虎姑婆。今天我要讲一个我小时候常常听的故事，虎姑婆。跟成语故事一样，你可以在我的频道里找到英文版和中文版的影片。很久很久以前，山上住了一只老虎。这只老虎是一个妖怪，它可以隐藏老虎的外形，变成各种不同的人。它最喜欢吃的东西就是小孩，所以它常常变成不同的人，下山拐骗小孩。有一天，在山脚下住着的一户人家，爸爸妈妈要出远门，当天晚上回不来，只好把2个女儿留在家里。临走前，爸爸妈妈特别交代他们，要好好看家，把门窗关好，不要让陌生人进到家里来。到了晚上，2个姐妹正准备要睡觉的时候，外面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。一个陌生的声音说：“乖孩子，我是虎姑婆，我知道你们的爸爸妈妈不在家，我准备了好多好吃的点心来给你们，快点开门让我进去。”聪明的姐姐想起妈妈说的话，不可以让陌生人进到家里。她马上说：“我们不认识你，所以不能帮你开门。”可是年纪还小的妹妹一听到有好吃的点心，就忘了妈妈说的话，马上就跑去开门了。门口站着一个看起来很和蔼可亲的老婆婆，手里还提着一大袋的点心。她说：“我是住在附近的虎姑婆，你们的爸爸妈妈跟我说，他们要出远门，很担心你们2个的安全，所以请我来陪陪你们。”于是2个姐妹就相信了虎姑婆说的话，不但让她进了家门，晚上还跟虎姑婆一起睡觉。睡到半夜，姐姐听到旁边有咔哧咔哧吃东西的声音，手背上有一种像是头发划过一样痒痒的感觉。可是房间太暗了，她什么也看不见，所以她说：“虎姑婆，你在吃东西吗？”虎姑婆说：“对啊，我在吃花生。”姐姐说：“可以分我一点吗？”接着虎姑婆就把花生放在她的手里。慢慢的，姐姐清醒过来，仔细一看，什么？那根本不是花生，那是她妹妹的手指。同时她也发现刚刚那个像头发的东西其实是虎姑婆的胡须。姐姐吓坏了，她捂住自己的嘴巴，不让自己尖叫，心想：妹妹已经被虎姑婆吃掉了，我得想办法逃走才行。于是姐姐跟虎姑婆说：“虎姑婆，我想尿尿。”虎姑婆正吃得津津有味，不想被打扰，但是她也担心姐姐会逃走，所以她说：“好吧，我留在这里陪妹妹，你自己去吧。不过外面很黑，很危险，我用绳子绑着你，这样就可以确定你的安全了。”然后她拿出一条绳子，把绳子绑在姐姐身上，还叫她快点回来。姐姐一走出门，就把自己身上的绳子解开，然后把绳子绑在一个大石头上，接着在门口撒上一堆豆子，最后悄悄地爬上一棵大树，静静地等待。在屋子里的虎姑婆一边拉着绳子，感受绳子另一头的重量，一边享受着自己今晚的大餐。过了好一阵子，虎姑婆的大餐都吃完了，姐姐还是没有回来。她叫了几声，却没有得到回应。
于是他从床上起来去找姐姐。沿着绳子，他发现绳子的另一头是绑在石头上的，姐姐早就不见了。没想到自己竟然会被小孩子骗，虎姑婆非常生气，马上冲出门想把姐姐抓回来。可是她没注意到门口有一堆豆子，摔了一跤，痛得爬不起来。后来虎姑婆一跛一跛地走进院子，发现躲在树上的姐姐。虎姑婆说：“赶快下来，我要吃了你。”姐姐没有理她，只是紧紧地抱着树干。虎姑婆又说：“你如果不下来让我吃饱，我就留在这里，变成你妹妹的样子，等你的爸爸妈妈回来，把他们也吃了。”姐姐知道这太危险了，马上想了一个办法。她跟虎姑婆说：“生肉吃太多不好，炸的比较好吃，你去准备一锅热油，把我炸来吃啊。”虎姑婆觉得这个建议蛮好的，就烧了一大锅滚烫的热油，把热油端到院子里的大树下，对姐姐喊：“快下来吧！”可是姐姐说：“不如你把油吊上来给我，我自己炸一炸，然后直接跳到你的嘴里，这样不是更方便吗？”虎姑婆心想：“哇哦，这个小孩也太贴心了吧，我真幸运。”于是她用绳子把热油吊到树上给姐姐，自己站在树下等着吃香喷喷的炸小孩。过了一会儿，姐姐说：“虎姑婆，我准备好了，你快把嘴巴打开，让我跳进去吧。”虎姑婆开心地张开自己的大嘴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聪明的姐姐把整锅滚烫的热油直接倒进虎姑婆的嘴里，活活地把她烫死了。在我的小时候，爸爸妈妈用虎姑婆的故事教我们不要相信陌生人，就像是西方童话的小红帽，只是大野狼变成了虎姑婆。你小时候也有听过类似的童话故事吗？